今天我出来骑行呢，还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试一下我已经别在胸口的一个麦克风，这是我新买的一个麦克风，大疆麦克 mini，但我不知道它跟我现在使用的 Insta360X3这个机器是不是匹配。考虑到要在这么小的一个相机上面，边上又配很多东西，我觉得既不美观也挺啰嗦的，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尝试。现在我把拍摄杆稍微拉长一点，看看这样子能不能收得到声音，听得清晰。嗨，大家好。原本我是想到村外去骑一段的，但是刚出门呢，这个天上的乌云密布，看来今天有可能要下阵雨了。那我想着算了，我还是在村里健身骑行一番吧。现在我骑行在起伏大道上就村里的一条主干道，看到前面开着喷泉，应该今天是周末每到周末的时候呢，村里的一些喷泉就会打开，给大家一些假日的气氛已经快到8月底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在北方的很多城市盛夏时节即将过去，到了9月份呢，就慢慢的秋凉了。但是广州我看即便再过1个月，应该还是同样的天气吧。唯一的好处呢，就这边的人出去不用穿厚衣服，即便到了冬天也不会下雪，所以大自然呢，就是有好有坏不管是什么地方，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点。那做人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随遇而安。但是有能力的人呢，可以随着四季的变化，去选择更宜居这样的地方。今天我出来骑行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试一下我已经别在胸口的一个麦克风，这是我新买的一个麦克风，大疆麦克 mini，但我不知道它跟我现在使用的 Insta360X3这个机器是不是匹配？因为按照网上的说法呢，它是并不匹配的。确实，我也不是为这台机器而买，而是为即将要到货的就这个 Insta360的升级版 X5准备的，但是可能要过1-2天才能到货吧，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用这个蓝牙麦克风来配一下现在我使用的 Insta360X3这台机器。那早上的时候呢，我还是成功的配对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收音效果如何，因为我本身也是有蓝牙麦克风配对的但效果都比较差。因为按照指引呢，这种 Insta360的相机它是需要一个音频转换器，再加上
一个声音的接收器，然后呢，你用你的麦克风也称之为发射器，这样呢就可以成功融为一体。这样的话，你说话的收音效果就会比较好。但是考虑到要在这么小的一个相机上面，边上又配很多东西，我觉得既不美观啊，也挺啰嗦的，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是呢，真的这个1年多来拍视频，我感到，或者说越来越感到最大的困惑呢，就是拍摄的收音的问题，就是你说话经常距离这个相机稍微远一点啊，或者这个相机的状态有问题的话，比方说这个电池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啊，等等啊，这个信号就非常的弱。你用蓝牙无线麦克风呢，很多声音都是不清楚的啊，或者根本就听不到，这个是蛮困惑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个视频的声音啊，就是你说话声音，要远比这个视频呈现给大家的画质更重要啊。现在路过祈福村内的一个党群服务中心，看到村里停了那么多车，今天是礼拜6，大家在家休息，好像都没有外出的愿望。当然了，节假日确实也是应该休养生息啊。但是作为孩子来讲啊，还有不到10天就要新学期开学了，我觉得作为家长应该还是要利用最后的孩子们的休息时间，
带着他们去见识见识，或者娱乐一番，给他们的假期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这边起湖边上的餐前也一样开着。还是老规矩，环湖骑行一圈。今天早上气温还可以，30出头。这里呢有一些遮阳的树，骑起来我觉得还是不用消耗太多。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测试一下这个麦克风，听到湖边有人在唱歌跳舞的声音还是很大。这个麦克风据说它也有一定的降噪功能，但我没使用。今天我就非常普通的这么骑一段，录一下，回去把它变成视频，看看能不能清晰的听得到。因为这个麦克风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它跟这个相机如果只要有一定的距离，它就会收不到。所以等一会儿我也准备把这个拍摄杆拉长一点，看看它能不能收得到。好，现在我要冲上一个大坡。现在我把拍摄杆稍微拉长一点，看看
这样子能不能收得到声音，听得清晰。现在的科技还有制作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你看啊，前几年刚刚才有的这种所谓的360度无死角的全景相机，那现在呢已经出到了第6代了。虽然我看了看第5代和第6代并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我还是退而求其次，先买了一个 X5。等到以后出 X7，有更多的，比方说革命性的变化，比方说增加很多 AR 功能啊等等的，以后我们再去换一台新的。所以我们也暂时不去理会现在新一代相机大家纷纷吹嘘的又有了多少清晰度的提升，又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提升啊。我觉得对普通人拍 vlog 来讲，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异的。好，我现在把拍摄感再收回来一点，让它稍微变短一点。等一会儿回去导视频的时候啊，看看这个拍摄感拉长或者缩短，对这个麦克风的收音有没有什么影响啊？今天就纯粹在村里骑着骑一下啊，看迎面都是乌云遮日了。我想着还是早点回去看看这段骑行试拍的视频，看看效果到底如何。现在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应该是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啊，甚至在某些车型上面已经有了领先的地位。今天早上就刷到一个视频了，就一台 SUV 的纯电的汽车，它就可以一键把后面2排的椅子躺平，躺得非常的彻底啊！真的，大家在里面可以当一张床睡。那有些人在下面留言，就说对于那些打工需要午休的人呢，甚至去到一些短途的目的地，都根本不用住酒店了，就一键躺平，你的座椅就变成了一张双人床。那你可以在车里利用车里的电呢，很舒适的休息，或者是过夜啊，甚至还可以自己做一个工作台办公都可以。所以对打工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其实我们在几年以前就看到美国有视频，就有年轻人开着特斯拉，他们就去办一张好像40还45美金的一个连锁24小时健身房的卡，然后呢，他每天就停在这个健身房边上，就可以解决洗澡、上洗手间等等吧。那白天呢就去工作啊，晚上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住在车里。到了周末呢，就去往一些国家公园啊，什么地方的，就感觉还挺爽的。当然，毕竟空间有限啊，就一般仅限1个人，而且你还要克服一些空间窄小，就难以做饭啊。虽然他在后面也弄了一个什么电磁炉，也可以做一些简餐啊，这个肯定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呢，比之你到处去探索这样的目的来讲啊，稍做一些妥协，甚至牺牲了，我觉得应该也不在话下啊。好了，我已经回到家门了，但是这个雨啊，真的快下来了，我已经淋到了几滴雨了。那我们今天就是在春雨随意的提醒一下啊，这是一个新的设备，我们再见，拜拜。